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蕴含了什么样的中国式混乱逻辑？为什么说共生式的关系会影响双方的成长与发展？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中国家庭的那些浆糊逻辑、共生及绞杀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中国家庭的那些浆糊逻辑，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谚语是中国的，这也是中国式的真理。它和另一句话紧密地绑在一起，难得糊涂。糊涂哲学不仅盛行于残酷的中国社会，是生存之道，也盛行于一样残酷的中国家庭。所以在中国家庭里，很容易像一锅粥一样搅不清。但心理学也许可以将中国的家务事解析清楚。讲讲中国家庭那些常见的浆糊逻辑吧。现在明白，它们都源自婴儿期的心理，你我不分，也就是婴儿和妈妈是一体的，整个世界都浑然一体，且婴儿我是绝对的世界中心，万事万物都围绕着我而运转，符合我想法的就是善的，不符合的就是敌意的。第一条浆糊逻辑，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你的事也是我的事，我的事是所有人的事，所有人的事都是我的事。设想家中有 A、B、C、D、E 5个人，而你是 A， 按照这一逻辑，你就会去干涉 B、C、D、E 4个人的事，且 B、C、D、E 也可以干涉你的事，并且你深切知道改变自己有多难，所以你很容易操心去改变 B、C、D、E， 这一条很容易明白。第二条浆糊逻辑是中国家庭总是一锅粥搅不清的关键，且谁想管事谁就会被累死，并且那个最想管事的人，他常常正是家庭各种冲突的根源，因为他搅乱了每个人的关系，因而制造了大量的问题。厘清这一点很重要。也特别想说，爱好心理学的朋友，别拿你认为正确的道理去过度干涉别人，特别是别人之间的关系，要守住你的界限。第三条浆糊逻辑，我和你之间是透明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说我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不用说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怎么回事。这是婴儿对完美母爱的渴求。婴儿不会说话，理想妈妈必然是他们不用说，妈妈就知道怎么回事。成年人若还持有这一逻辑就很可怕，并且这一逻辑总伴随着偏执，也就是说，你怎么会不明白我是怎么想的呢？你就是这么回事，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家庭，界限之所以很难建立，是因为对于普遍是婴儿心理发展水平的成年人来说，界限和清晰意味着亲密感的完全消失。有来访者说，界限就等于死亡，他的意思是确立界限就意味着被抛弃。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能建立界限，是因为整个文化没有界限意识。一旦形成界限意识，他们可以确立界限，就不会感到被抛弃了。对于成年婴儿来说，界限还意味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的人是朋友，不属于我的人都是敌人。比如中国式离婚，离了之后太容易成为敌人。像百家争鸣的时代，几乎每一个思想流派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是统一，且都强调统一思想，不统一思想就会斗得你死我活。第四条浆糊逻辑，你们等于你，我们等于我，也就是你家或你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让我不愉快，我都要找你的麻烦；你让我不愉快，我要找你全家或全家族的麻烦。反之也是这样，比如和婆婆起冲突，你找老公的麻烦；和老公起冲突，你找老公全家人的麻烦；和小姑子不顺，你找老公的麻烦。对此我们要澄清一下，当然婆媳关系的关键是那个男人，他若来调节，那是最容易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和他的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了问题，你都要这个男人去解决，这是一种简单思维，并且男人恰恰因为各种心理原因，他总是最容易退缩的那个人。这个时候，作为妻子，有智慧地去处理问题很重要，而不是只要一起冲突就去找老公，并且将他们家族给你的所有不快都转给这个男人。这其实是很幼稚的婴儿心理，根源在于没有分化出我与你，更没有分化出我和我们，
你和你们的区别。第5条浆糊逻辑，所有事都连成一个整体，没有当下。无数人发现，伴侣，特别是女性，记不住你的好，而你的坏，他们永远记得，并且他们将这些坏揉成一个整体，带着这个整体去看当下。结果是，现在这一刻你做的再好，也永远是沧海一粟。通常这个痛苦整体指向一种感觉，你对不起我。这种心理是因为在母婴共同体中，也就是6个月前的婴儿和妈妈的共同体关系中，妈妈当然要为没有任何能力而又觉得无所不能的婴儿负全责。这种心理常见于女性身上，可能是第一，中国女性的心理创伤普遍重于男性；第二，我们的文化强调男人要为女人负责，特别是儿子要为母亲负责。因为这种心理，大多数中国女性的一生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她人很好，就是恨老公。必须承认，这5条浆糊逻辑多见于女性，特别是女性恰好是大家长时，那会对整个家庭造成很大的冲击。男人，特别是中国男人，也有这些浆糊逻辑，尤其是情绪控制力差的男性，这些浆糊逻辑更明显。不过，中国男人最常见的浆糊逻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一条：我没问题。网友补充的中国男性浆糊逻辑如下：第一，我没问题，你有问题；第二，我妈没问题；第三，你懂什么？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第四，我把钱都给你了，你还想怎样？第五，不要烦到我，你爱怎样就怎样；第六，我只要平静。男性的这些常见逻辑可以归为一点：别烦我，我这么平静，这么顾家，所以我没问题。你情绪那么大，当然是你有问题。女性容易活在情绪中，而且中国女性容易觉得丈夫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并且为这一点生出了复杂的浆糊逻辑，而男性则容易使用隔离这一个招数来对抗女性的这些浓烈的情绪和浆糊逻辑。所以在中国电视剧中很容易看到这种婆媳大战，儿子自然是焦点，而不见公公的身影，最终这个婆媳大战的核心人物也变成了公公。再补充一条浆糊逻辑，绕弯子沟通，这条男女都很常见。A 对 B 不满，不和 B 直说，而是说给 C， 让 C 跟 B 说，有时甚至对 C 都不明说，只是暗示 C 对 B 传话。这有多个原因：一， A 与 B 之间的关系张力太大，作为巨婴， A 对 B 常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要求，且你不听我的，我就恨你恨得要死，所以当面沟通容易发生激烈冲突。第二， A 如果直接谈时，容易有无能感。第三，因为不是直接说的，所以我不必负责任。共生即绞杀，合则生，分则死。共生包含着这个逻辑。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我们这块土地上，任何时候只要出现分裂，总是要求统一。相比之下，古希腊那么小的地盘，却有1000多个联邦，并存在了很多年。整个欧洲也就和我们的国土面积差不多，但也一直是大大小小的国家林立，统一从没有发生过。现在欧盟想搞统一，但英国不断要闹分裂，而英国国内苏格兰也会闹分裂。有意思的是，他们是分则生，合则死。每当有哪个野心家，比如拿破仑想搞统一时，就会血流飘出，但统一总维持不了多少时间，甚至可以说，真正的统一在欧洲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的则是统一占据了历史的大多数时间，而分裂是间隙。分裂时，各个野心家和有使命感的人就总想着统一。放到单个人的层面上，如果你的心里还处于6个月前的共生期，那么你也是合则生，分则死。所以中国人难以承受孤独，都必须结婚。大家庭总想着和小家庭搅合在一起，而分离是很可怕的。宁毁10座庙，不毁一门亲。因为都是婴儿，而婴儿不能独自存活，生理上离开妈妈就活不了，心理上离开别人也活不了。一位男性来访者，他的世界里只有母亲和妻子，而母亲则说，我的世界里只有你。其实他有父亲，但对母亲来说，丈夫就像是不存在一样。他常做一种梦，在粘稠的水里游泳，寸步难行。他感觉到和母亲的关系让他窒息，他也渴望自由，但他不敢与妈妈分离。他担心，如果这么做，母亲就会死掉。这种观感部分上是真实的，因为母亲对他这样表达过，这也是处于共生关系中的人的共同感受。你我不能分离，
你离开我，我会死；我离开你，你会死。所以我常内疚到要死。有一次，他看一部美国西部片，讲围绕着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而发生的种种故事，如同丛林社会，一言不合就拔枪相向，人命如草芥，很残酷。他却喜爱上了这部影片，觉得非常自由洒脱，那样死去也很好。但只是这样一想象，他就感觉到巨大的内疚。他想，如果他真走了，妈妈就会死掉。最后，他想，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使用分身术，将自己一分为二，真实的自己去了这个金矿，洒脱地生死，而另一个只有皮囊的自己留在家里陪妈妈。另一位男性来访者遇到的困境是，妻子死活不会和他离婚。一开始他也不敢提出来，因为他想象，如果他敢提离婚，坏脾气的妻子一定会追杀他一辈子，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都不会放过他。有意思的是，这位男士从小就有一个想象中的陪伴者，毛毛。毛毛是一只公仔，小时候他的确有这样一只公仔，而且也叫毛毛。这个公仔一直陪伴他到10几岁，实在是太脏太破了，他还舍不得扔掉，但妈妈实在受不了了，趁他不在家的时候给扔了。这险些导致他和妈妈的绝交。虽然毛毛实质上不见了，却一直在想象中陪伴着他。他们是绝对的共生关系，好的就像一个人。他对妻子的很多想象，其实来自于对毛毛的想象。随着咨询的进展，他的自我逐渐变得强大而完善。他有了要和毛毛分离的意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意识一出来，他就会充满伤感和恐惧。伤感可以理解，任何分离都会有伤感发生，但恐惧什么？他想象中，如果离开了毛毛，毛毛会先是伤感，接着变得充满怨恨，会恨不得杀死他，或者自杀，乃至摧毁整个世界。对这2个来访者而言，关键要看到，这其实是作为巨婴的他们自己对于分离的恐惧。他们担心一旦分离，自己就会是一个无助的婴儿，自我也会破碎掉。当理解了这一点，又的确看到他们的自我其实已经比较完整，能独自面对外部世界了，这种分离就会死的想象也就基本消失了。亲密和分离构成任何一对关系的2大动力。我们需要亲密，需要爱与链接感。当体验到我与你合一时，会产生巨大的愉悦。同时我们也需要分离，在分离中成为你自己，并且分离也意味着对彼此的检验。我离开你，我不同意你，你还会爱我吗？如果只有亲密而没有分离，关系会出大问题。咨询和生活中，我都见过多个看上去很理想的恋爱，真的惊叹于他们的浪漫与投入，那真是全情投入加无怨无悔。但奇怪的是，2人越活越苦，各种惨事不断发生，并且2个人的个性与能力的发展也停滞了下来。他们的世界和心胸甚至都在不断变小，最后真如王小波所说，像一对小老鼠在谈恋爱。为什么会这样？我有感觉，但长时间以来却形不成语言。例如，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军人谈恋爱，这个女孩子有洁癖，需要上厕所时，军人就会开着一辆破车送她到几公里以外的5星级酒店去。他们绝对是把彼此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位女子先感觉到他们关系的不对劲，她对我形容说，我和他就像2棵歪脖树拧在一起。我现在才明白，这些全情去爱的人是在追求婴儿时没有被满足的共生感。我只有你，你只有我，生活一致，思想统一，差异被消灭了，成长也被消灭了。须知多元化乃幸福本源，罗素这样说。他们恰恰活成了对立面。很有意思的是，我知道的这些伴侣多数都没有孩子，因为这会破坏他们的共生感。他们是真心相爱的，但却活出了相爱相杀。他们似乎没有一点想绞杀彼此的心，但绞杀却发生了，因为共生关系中绞杀必然会发生。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别人和他们有一点不同意见，他们就感觉自己被批评了。其实真相是，他们自己听到了一点不同意见，就想攻击对方。他们也并非只有霸道，实际上，那些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的人，想和别人建立关系时，又会灭掉自己的意见。灭掉对方的不同意见和灭掉自己的不同意见，都是一个目的，追求绝对的共生。我和你，
完全一致，我们之间没有杂音。如此一来，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从所有的共生关系中，我都看到了共生绞杀，它包含两层面的意思。第一，身体上你我不能分离，你离开我，我会死，所以恨不得你死；我离开你，你会死，所以我内疚的要死。第二，你的想法要和我一样，否则你去死；我的想法也要和你一样，否则我去死。父母在，不远游这句古训，在我看来讲的就是空间上的绞杀，甚至还有更严重的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假如有孝道原教之主义，那么孩子既无空间上离开父母的自由，也无处理身体的自由，都得听父母的。至于听话哲学，则是要求在想法上孩子和父母想象的一样，若孩子这么做，就等于满足了父母与孩子共生的需求。这个孩子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但这样一来，孩子的个性发展也就被绞杀了。如果伴侣之间也追求共生，那么可能就会出现在空间上绝不分离，在思想上绝对统一这样的事情，这自然会对彼此构成绞杀。一对50来岁的夫妻，他们的绞杀极其严重，而他们又不是很相爱，所以就变得非常憎恨彼此。他们的绞杀主要是思想上的一致，两个人一旦做一件事，似乎就必须得达成一致，而且在自己主控的事情上，谁都不愿意让步。例如，妻子买了一辆好车，丈夫反对，但无效。结果丈夫说：“看我哪天把你的车弄坏。”然后妻子出差，丈夫去开这辆车，结果出车库时撞到门上并卡住了。这一刻，丈夫一下子有了巨大的恐惧感。他可以想象，如果妻子回来会怎样大发雷霆，不依不饶。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他去修车库的门，不料门竟然彻底坍塌了，整个车库都倒了，把车砸得更厉害。这件事，懂一点精神分析的会说，丈夫在潜意识中就想弄坏妻子的车。但我在和他们咨询时深切感受到，其中的关键是，在丈夫的感知里，似乎妻子没有一点宽容空间，所以他根本没有可能去要求妻子原谅。问妻子，妻子的确说，她认定丈夫就是有意攻击她，她恨得牙痒痒。类似的事也发生在妻子身上，他们的企业运营得很好，妻子是女强人，是主要经营者，丈夫管账，妻子是慷慨大方的人，而丈夫则节俭到有些抠门。每到年底该给员工发年终奖时，妻子就非常焦虑，她也觉得丈夫没有给她一点宽容的空间，在发年终奖这件事上，要绝对按照丈夫的来，而这既不符合她的风格，也不符合管理。于是，离年底还有2个月时，她就各种讨好丈夫，以换取丈夫的让步。结果丈夫还是不让步，她暴怒之下就把丈夫扔一边去，自己决定了怎么发年终奖。这2个人在一起，似乎就是来相互绞杀彼此的。在我为主的事上，你必须绝对按照我的意思来，没有一点妥协的空间。在你为主的事上，我感觉你也同样的有绝对控制感，没有给我留一点妥协商议的空间。他们不相爱，所以这份绞杀就变得非常醒目。而在那些相爱的关系上，这份绞杀一样超级严重。例如，有一对夫妻，丈夫是超级球迷，每次世界杯时会看得如痴如醉。妻子对丈夫的爱好吃了醋，于是对丈夫说：“如果你爱我，就把世界杯戒了。”丈夫果真这么做了。这样就太可怕了。这样的话，2个相爱的人就会剁掉彼此向外伸展的手脚，最终导致了对彼此的绞杀，并且这也会导致极大的愤怒的产生。比如这位丈夫为了保护共生关系，就戒掉了世界杯，但他由此对妻子产生了巨大的愤怒。然而，他要维护他们2个人是世界上相爱的一对的感觉，所以从不表达愤怒。结果，愤怒最终演变成憎恨。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共生爱情最后遭遇的一系列惨事，也是由这些愤怒乃至憎恨演化而来的。一个生命是逐渐走向更开阔的世界的过程，好的关系应该是最终会导向这个结果。如果在一个长期关系中，你或者彼此都活得越来越狭窄，那真是需要好好反思一下，你们的关系是否变成了共生绞杀。从婴儿到少年，需要经历3个阶段。6个月之前是1个人的共生阶段，6个月到3岁是2个人的阶段，3到5岁是3个人的阶段。
相应地，爱情也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1+1等于1，我们2个人宛如一个人。第二阶段，1+1等于0，我的所有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你，我恨你。第3个阶段，1+1等于2，我是我，你是你，我们在一起。第一阶段的共生一开始很迷人，但不可避免会进入第2阶段。如果化解了这一阶段的憎恨与愤怒，就可以进入第3阶段，以后则是2个人一起亲密地走向开阔的人生。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中国家庭的那些浆糊逻辑、共生及绞杀这2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